尿酸高还吃茄子，医生再三强调，要想肾病饶命，四菜嘴下留情。王先生最近总在熬夜加班，每天都感觉特别疲惫。有一天醒来的时候，他觉得脸特别肿，他也没太在意，觉得可能是最近太累了，再加上昨晚喝水多了。可是之后的几天里，有好几次早晨起来的时候，面部都是浮肿的状态，而且这种浮肿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看到自己面部这样的问题，王先生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所以就去了医院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是尿酸过高导致的面部浮肿，此时已经对肾脏产生了一定的威胁。王先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医生则是说尿酸升高与饮食和生活习惯有着一定的关系。那么尿酸升高有什么征兆吗？平时在吃的上又有什么讲究吗？一、尿酸高有什么征兆？一、面部浮肿。尿酸升高的其中一种征兆就是面部浮肿，就像王先生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面部浮肿的问题，而且不容易消失，这时就需要警惕了，因为很有可能是体内的尿酸升高造成了肾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代谢功能减弱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水分留在我们的身体中，所以身体出现的浮肿难以消失。二、身体有疼痛感。尿酸升高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征兆，就是身体各部位有疼痛感。这种疼痛感是在没有外力撞击下就会出现的，而且出现的时间并没有任何的规律。这是因为尿酸过高容易造成痛风。痛风的典型症状就是疼痛感会出现在关节部位。一旦痛风发作，这种疼痛感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如果发现自己身体莫名其妙的有疼痛感，最好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尿酸升高导致的，一定要尽早控制。三、血压升高。身体中很多的指标都是相互影响的，就像血糖、血脂和血压三者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件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尿酸升高也是会导致血管功能性的问题，从而造成血压升高。这种由尿酸所导致的血压升高并不是有规律的，可能是突然间升高，又或者是逐渐升高的状态。患者可能感觉相对较弱，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对血压相对比较敏感。如果真的是尿酸造成的血压升高，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血压长期处于波动的状态，对人的健康、心脏等都会产生影响。四、代谢问题。尿酸升高归根结底就是一种代谢问题，而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也会引起代谢综合征，比如常见的高血糖和肥胖这一类的疾病。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脂肪肝和多囊卵巢综合征。总之，尿酸升高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如果出现以上这些征兆，最好及时就医，做具体的检查也好及时控制身体中尿酸值。很多人都说尿酸高是因为在饮食上吃的不对所导致的。王先生就是一个平时在车上不注意的人，所以尿酸升高有一定的饮食因素。医生也告诉他平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因为王先生很爱吃茄子，所以他问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尿酸高还能继续吃茄子吗？二、尿酸高能吃茄子吗？如果从饮食的角度来说，尿酸升高很有可能是食物中嘌呤含量过高所导致的。那么难道茄子当中也含有高嘌呤吗？其实并非如此的，茄子是没有嘌呤的。那么是不是代表平时就可以吃茄子了？或者是尿酸值不正常的人可以正常吃呢？也并非如此，因为在茄子当中含有钾、镁等元素，这些物质就导致了茄子具有碱性的特点。在碱性的环境当中，尿酸的溶解速度相对会变得更慢一些，而且容易变成结晶，最终引发痛风。所以医生有建议，对于尿酸患者来说，吃茄子还是要有所限制，不然的话很容易会导致痛风。也就是说，对于尿酸患者来说，茄子还是能不吃，尽量不吃。即使是其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属于特殊体质的人还是要控制一下。那么除了不能吃茄子之外，想要肾脏更加的健康，对于以下这4种食物也尽量少吃。第一种食物是菌菇类食物。菌菇类的食物在大众的印象当中都属于非常健康的食材，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又含有多种营养元素，可以补充身体的营养物质。
但是菌菇类的食材都属于嘌呤含量相对较为丰富的，像我们常见的金针菇、香菇还有杏鲍菇这一类，都属于嘌呤含量较高的。如果本身就有尿酸值较高的问题，尽量还是要少吃。如果是生活中想要保护肾脏，预防某种疾病的发生，也要适量的吃。第二种食物是芦笋，芦笋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是非常流行的，其口感比较清脆，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确实能够提高人的身体免疫力，有助于抵抗外界的病毒。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芦笋的嘌呤含量相对比较高。有数据显示，每100克的芦笋当中含有嘌呤量达到150毫克。这个量对于已经有尿酸值较高问题的人来说，常吃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尿酸值过高，以至于导致肾脏受到一定的损伤。所以如果想要保护肾脏，对于尿酸本身就比较高的人还是需要慎重。第三种食物就是各种动物的内脏。现在人们在吃上面很有讲究，各种动物的内脏处理得非常干净，而且没有任何腥的味道，其口感又非常的独特，所以深受人们的欢迎。但是内脏类的食物属于胆固醇含量较高的，在进入人的身体之后会造成代谢功能出现问题。如果尿酸本来就偏高，那么就会导致体内的尿酸没办法正常排出去。如果此时再吃很多的动物内脏，那么尿酸排出去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更低，容易引发痛风，尿酸值也会持续升高，对肾脏来说是有着极大负担的。所以建议动物内脏还是要少吃。第四种食物是海鲜。对于海鲜，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其磷量是最高的一类，比如常见的鱼类和虾类。对于知道自己有痛风的人，如果还主动去吃海鲜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诱发痛风，痛苦不言而喻。而除了海鲜之外，像浓汤类型的以及油炸食物能少吃也尽量少吃，因为其硫量相对较高，与海鲜是不相上下，会导致尿酸升高，并且造成肾脏的负担。以上这4种食物就是不利于降低尿酸值的食物，甚至会导致尿酸值升高的非常快，对肾脏的损伤相对较大，建议一定要控制好自己。那么在生活中，如果想要控制尿酸，或者是预防尿酸值过高，可以怎么做呢？3. 控制或预防尿酸值过高。这样做，我们都知道身体是不能缺水的，水参与着全身的各种功能。如果想要尿酸值降低，肾脏更加的健康，一定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因为只有水分正常的摄入，才能够保证身体正常的代谢，加速尿酸的代谢。通常情况下，成年人每天需要喝1700毫升、2000毫升左右的水，还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和出汗量适当的升高。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高尿酸患者，那么在饮水方面应该适当调整到2000到2500毫升，因为水分有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可以让身体当中的毒素含有代谢的产物以及尿酸类物质尽快的排出身体中。千万不要选择身体发出信号的时候再喝水，而是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之后还要有适量的运动，运动的过程加速新陈代谢，能够让尿酸快速的排出身体中。再者，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够使新陈代谢的速度加快，让肌肉代谢磷的数量增加，也就能够缓解尿酸值过高的问题。不过在运动强度这方面一定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时间和做什么样的运动。除了运动之外，平时也要注意控制个人的体重，因为代谢类的疾病并不是单一发病的，与糖代谢还有肥胖都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体重超出了正常范围，是很容易导致代谢出现问题，不利于尿酸值排出身体中。平时可以通过饮食还有运动等方式让体重降下来，这样还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结语：对于尿酸值过高的人，还是要少吃茄子，不是因为茄子当中含有大量的嘌呤，而是属于碱性的环境，不利于代谢。对于身体正常的人来说，是可以适量吃茄子的，因为这属于一种健康的食材。而对于尿酸值过高这个问题，还是要重视起来，尤其是上面所提到的几种食物，能不吃就不要吃，不然的话造成尿酸过高，引发痛风，甚至是其他类型的疾病，得不偿失。而生活中要注重保护肾脏，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平衡尿酸值，让尿酸值降下来。
除了饮食之外，要注意运动，而且要喝足够的水。现在有很多的人都不愿意喝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成年人每一天的水都应该是定量的，并且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和身体的情况适量增加。